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之前阿达曾经为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将 iPhone 任何通话通通录音起来，而且还可以转落文字、截录重点一个产品，叫 PowerNote。它解决了许多人在生活工作上的痛点。那这个产品呢，也在市场上大热销。那也代表了这种通话记录或会议记录转文字的需求，认真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但 PowerNote 它虽然好用，可是呢，它还是无法覆盖目前所有的一些使用场景。如果你是在家办公的售后组，或者说你是公司里面经常需要开会的上班族，绝大部分时间你会使用像 Google Meet、Teams 或 Messenger 或 Line 这类的通讯软体来进行视讯会议。另外如果是公司团队在会议室开会的时候，虽然你还是可以用 PowerNote 这种产品来记录会议，但每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意见那么PowerNote 的一个小缺憾就可能会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文字辨识档中并不会显示说是哪个人讲了哪一句话，所以使用者还是必须自己去检查跟整理。多人会议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好用。所谓有需求就有供给。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HiDuck H1 就能全部搞定。好，依照国际惯例我们还是来进行开箱。那目前这个盒子呢，它的外盒设计跟内容的一些配置都还是工程款，所以真正的确实内容请到时候以正式版为主。那我现在先为大家做简易的开箱。这是说明书，产品本体还送个袋子，有电源线跟 Type-C 线，变压器。这个配件等一下会为大家详细介绍，它是它的蓝牙耳机，但是呢，因为这个耳机是另售的，所以到时候你如果买的是没有耳机的版本，就可能盒子里面不会有这一个。好，所有配件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H1 的一个本体。它的造型看起来很像一个桌面型的喇叭，它的机身后方有两个 HDMI 2.0， 两个USB 3.2 的连接副，还有一个 Type A USB 3.1 2.5G 的有线网路。在侧边这边，它还有一个支援18瓦快充的 USB 3.2 Type-C 连接副，还有2颗读卡机。那在这边我也简单为大家讲一下 HiDuck H1 的一个原理。简单来说，它是一台可以连接电脑跟手机的一个多功能设备。那放在办公桌上接上笔电，最多可以3萤幕。其实我试过，如果含笔电自己的萤幕的话，可以到4萤幕。还可以外接各种 USB 设备来进行工作的一个11功能超级 Hub， 而且还具备扩音喇叭、高品质的收音麦克风功能。只要接上电脑，开启 HiNote 服务之后就可以拥有终身免费、无上限的转录总结服务，而且还不限时数，跟 PowerNote 不一样。只要拥有HiDuck H1， 您之后的每通看扣每个线上会议每堂数位课程只要一键按下录音，都能享受无止境的 ChatGPT AI 的服务。不过重点是这个公司不能倒就是了。虽然它是终身免费的，不过它是一个付费 DLC 的那个加强功能。等一下我会另外报告。好，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按键功能。接听跟挂断呢，如果你有配对手机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按钮做接听跟挂断的功能。好，那这个 HiDuck 键呢，长按 1.5 秒就会开始录音。那录音的时候呢，这个转轮下方就开始亮起，就代表它这个录音状态。如果听到什么重点，你只要再按一下，然后这个做一个 voice mark， 就一个重点记录。讲完之后再长按 1.5 秒，它就会挂断。此时下方的灯号就会熄灭。那另外这个呢，就是麦克风静音。那这个推杆呢，就是这个降噪功能。你往上推呢，降噪功能越强。如果说你的附近很吵的话，这个 AI 降噪功能就相当的好用。那另外呢，这个转轮呢，只是可以调整音量。那也可以做播放跟停止的功能按键。那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会把机器接一接，直接为大家操作来看怎么使用。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测的环节那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因为我桌面不够大，所以我只外接2个萤幕而已。然后全部都接在这台 HiDuck H1 的后面。只要你的电脑支援 USB 3.2 match， 我同时就点亮了1、2、3颗萤幕。要设定也很简单，因为我预设值它是全部都是镜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全部去做设定。那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做延伸就好了。如果我再接了一个 HDMI 的话，我就可以4萤幕。只是说要看你的笔电拖不拖得动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当做主萤幕，因为笔电的解析度是比这种一般的萤幕 1080p 的高，所以我就把这个设为我主萤幕。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就看我现在已经设完了，那我就直接有没有
好，这个部分的萤幕延伸就完了，只要透过一条线就完成了萤幕的扩充，还有 Hub 的外接。它本身还有4个 USB 3.1、3.2 的那个连接埠，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你甚至还可以再外接一个高速 Hub 也没有问题。接下来阿达就直接为大家操作一遍。像现在啊，我的手机已经跟 HiDuck H1 配对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透过它来拨打电话。中华电信您好，请说出您要查账单、付话还是申告障碍或办理什么业务。想要挂断，我们就按上面实体键挂断就好。但是要使用 H1 的录音功能呢，它也不需要装任何的软体，只要来浏览器这边。好，大家可以看，只要你有使用 H1 的话，那这边它就会显示一个连接。那上面呢，则是可以让你去上传音档。那大家可以看到，以这个界面来讲，这边就有我所有的 Note， 它甚至会依照录音的内容不同，自动判别，而且自动的帮我把它命名。我先示范怎么拨打电话。那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通话是这个手机连上 HiDuck H1， 然后来进行一个录音的。当时我们只要按下右上角按键 1.5 秒以上不放，它就会自动开始录音，这个环就会自动亮起。当它讲到我们想要标示的一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按这个打勾，它就会记录那个地方是重点。因为我们已经录音完了，那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来听看刚刚有没有录音下来。那这里已经有录音了。那我的这个时间讲了7分多钟，我现在要辨识，我只要按这个 upload 跟转录。好，大家看，它这边已经上传完，而且打勾，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来看它辨识的内容。那大家可以听到说，它每一段内容它是分段的，而且依照不同的讲者来做 Speaker 1跟 Speaker 2的一个差异。那大家可以看哦。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我现在的这个门号如果说它的网络我想要再更快一点的话，现在可以多快呢？我帮你排了这个。它会把我们刚刚的对话逐字的记录下来，而且你可以逐字逐句的进行修改。假设这个里面有错字，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正确的。他刚刚在讲到资费的时候，我就给他按了一下这个 Voice Mark 键，它同时也是录音键。你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动帮我 highlight， 就是我们在会议的时候，长官在讲到一个重点，赶快按一下，它就自动帮你 highlight 起来。那这里全部都转录完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复制，然后去 Word 上面贴上，甚至于按分享，它就会有一个连结。像你要分享到 Message 还是 Line 还是哪边都可以。而且有没有看到右边，它这边就有写了那个来电者是谁，然后就他在讲什么，他所有的重点都帮你写得清清楚。这个是我们接电话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为大家示范一下，如果我现在是用 Line 或者用 Message 用电脑端来拨号的时候，它的效果怎样？好，刚刚我们用 Line 跟我朋友讨论了一下要出去玩的事情，那我们一样辨识。转完，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内容。好，有没有？刚刚我就在问说，因为我要帮朋友买机票，然后问我的旅行社的朋友刷我的卡跟刷他的卡，价格有没有问题？谁比较便宜？还有付期怎么刷？因为它有保险之类的。好，我们看到整理非常清楚这是用 Line 打的，而且它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一样有2个讲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试试看如果我现在呢可以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说国外的演讲，我想要转录怎么做？接下来我们直接随便找一个网络上的影片来做一个转录跟翻译。那我们直接这边 play， 那 play 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边有声音，声音是用喇叭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只要给它按住录音，它就开始转录了。那接下来我们让它直接转录一段来听一看效果。好，我们大概录5分钟就好了，不然 TGC 它整2个小时，我们没办法在那边等。现在已经录完了，我也上传完了，直接看它转录的效果这边就有写 GTC， 然后全部都是逐字稿，讲得非常清楚。不过呢，非常不幸的就是说HiDuck 本身目前并没有翻译中文的功能，所以如果说你需要翻译的话，你可以把它拷贝下来。然后贴到文字档，直接丢给 ChatGPT， 还是你直接丢给自备的 AI 来做翻译就好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Keynote 也帮你整理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直接测试一下它总结的内容跟翻译的多大的那个。好，现在我们就请出 ChatGPT 来帮我们翻译。我刚刚按了复制，我现在先下个指令给它，
请他化身为专业翻译人员，然后把这边贴过去，就是这么简单。在之前我自己在做测试的时候，我甚至于已经把 GPC 大会的那个影片档直接抽出来，就是把音轨跟视讯独立，我直接上传了 MP3 丢到 HiDuck 里面去做转录。这个服务 HiNoise 呢，它最长支援2个小时。所以你如果超过2个小时的会议，麻烦你就把它切断，它也是一样可以帮你处理的。我这个就切到1小时59分，大家可以看它的总结就这么长。那我也可以把这一段，把这边全部的内容全部复制起来，然后再丢到 ChatGPT， 请它再翻译一次。这个是2个小时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总结不一样了。这边就已经带了 Braille 的一些介绍，有没有的？然后再加上机器人技术，就把整个完整的会议的重点都截录下来。你可以做通话录音的整理，也可以做会议的整理你也可以自己录音上传给他整理。那自己录音要整理要怎么做？就 Alone，像我刚刚就丢这一个2个小时的录音档，丢上去，它就会自行整理了，就这么简单。那另外呢，刚刚我不是有讲到说，这个东西它还有付费的 DLC， 因为你只要买 HiDuck H1 呢，它原则上就是终身的免费辨识跟免费总结。那付费差在哪边呢？它其实就只差在几点，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其实也还好。就第一个，它会帮你分讲者1、讲者2、讲者3、讲者4，就是说同一个会议里面，你有好几个讲者的话，它会依照你的声音的不同，它会分 Speaker 1。Speaker 2、Speaker 3去做区分，那这样子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那第二个呢，那专业版的话，它的那个辨识比较正确。老实讲我其实我也有试过另外注册一个账号，然后用免费版的，我连 HiDuck 都没有连，我试过丢过音轨，那辨识率其实也非常不错。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个人的需求我是觉得相当值得。还有一点，还可以免费将这个音轨就下载到你的 PC 里面。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HiNoise 这个服务其实你只要注册，它也是可以免费使用但是我自己实测，大概能够上传10分钟的音轨。但是10分钟的音轨呢，其实也很好用你如果说只是平常时讲电话，你就把录音档丢上去给他，也是可以用的我是觉得HiDuck 这个厂商是相当的大气，但是这个服务会不会永远免费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先试试看，自己丢个录音档去让它辨识，然后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好用，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买个 HiDuck， 因为它真的不贵。那举例来说阿达现在进行了一个 FB 通话的视讯会议，我讲了20几分钟的内容，他就一样帮我把它逐字的记录下来而且他也一样要做总结，就是你中文的内容，他就做中文的总结。如果你是买专业版的，还会像这样子 Speaker 1、Speaker 3、Speaker 2进行区分。刚刚我们示范了，只要来电或打电话，它全部都是用扩音。但是呢，这样子打电话是有点羞耻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配合这一个它专用的磁吸蓝牙耳机。那使用起来也超简单的，你只要把它拿起来吸上去就好了，你都不用做任何配对的事情。只要有人打电话过来，或者是说你准备要拨打电话出去，那你只要把它戴上耳朵，这样拨打电话出去，它的所有声音都会从这里出来。那收音也会从这边收，但是呢，就算说我们的声音是从耳机出来，我们按录音跟结束录音，它的档案还是一样都是在机器里面，不会因为你接了耳机它就没有录音了。这个东西也是相当方便，而且它价格很便宜，才1000多块而已。大家看了阿达以上的介绍之后，相信已经了解 HiDuck H1 它的所有功能，以及它可以为你的工作跟生活带来多少便利了吧？我自己这样使用下来，我是觉得它相当适合在家工作的收获组，或者像一些work from home的远距离上班者，这些人使用都非常合理。HiDuck H1 本身它就是一个超多功能的一个 hub， 你知道接上我们笔电之后立刻就可以延伸2组萤幕。如果再搭配本身 HDMI 就可以3萤幕、4萤幕来用，再加上它可以连接周边又多，还可以连接我们的手机，不管是网络通讯软体的通话，或者是各种视讯会议的内容、影音、录音档都可以帮你转录文字，还有整理重点。目前HiNoise 也可以免费使用，如果大家有转录文字的需求的话，可以快点使用看看。那 HiDuck H1 呢，目前在募资平台上预售，有需要的朋友，我个人真心推荐可以入手使用看看。我是电网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开箱介绍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